辉达还有成长性吗？它还能主导科技业多久呢？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今天这集我们来深度聊一聊 NVIDIA 的前景。影片最后我也会分享现在是不是一个加码买进的好时机，所以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哦。你可能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NVIDIA 在整个晶片产业乃至于到整个科技业它都有主导性的地位，但辉达到底哪里主导了？从哪一些地方或哪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NVIDIA 是在一个主导性的地位呢？在讲之前我现在分享一下，我有个保证零诈骗的私人社群，如果你想要跟厉害的人一起讨论美股，那欢迎在下面资讯栏点击连结申请加入我的私人社群哦。 OK， 回到主题，我们继续来讲。那从两个层面基本上就可以看出 NVIDIA 在晶片领域或者是整个科技领域它是有主导性地位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毛利率，放眼全球最大的几间半导体晶片公司，包括台积电、AMD、博通以及今天的主角 NVIDIA。台积电2024年第三季的毛利率是 57.83%， AMD 2024年第三季的毛利率是 50.14%， 博通最新一季的毛利率是 63.92%。 这些企业的毛利率已经都很不错了，而我们的 NVIDIA 呢，最新一季的毛利率高达 74.56%。 在这些半导体龙头里面 NVIDIA 的毛利率是最高的。通常做软体的才有机会把毛利率拉得这么高，正常来讲做硬体的毛利率都没有办法这么高。所以从毛利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NVIDIA 在半导体在晶片领域它的议价能力是有绝对优势的。毛利率越高就表示它的议价能力越强。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假设小花开了一间牛肉面店，平常生意超好的，客人要排2个小时才吃得到，上游有好几家牛肉供应商都想要把这个牛肉卖给小花。那这时候啊，小花就可以跟其中一个 A 厂商谈说，你如果卖给我便宜一点啊，我就跟你签一个5年的合约，每一年我都跟你买牛肉。这个 A 厂商为了要得到小花这个大客户，于是就决定说用最低的价格把牛肉卖给小花。在供应层面 NVIDIA 就像这个小花一样，大家都抢着打入辉达的供应链，毕竟进到辉达的供应链就有 NVIDIA 这个大客户，绝对是有利多消息的嘛。所以站在辉达的角度来讲，上游很多厂商都想要把东西卖给我，那我就有机会去挑厂商，去压低价格，用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成本去买进原物料。那回到小花的例子哦，小花牛肉面店因为生意非常的好，他根本就不怕没有人来吃，就算价格调涨 20%， 还是一堆人在外面排队。同样的，辉达现在也是一样的状况。在销售层面，现在市场上对于 AI 晶片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疯狂的，尤其是 NVIDIA 的 GPU 晶片，很多云端服务供应商都是抢着要的，包括 Hopper、H200 以及现在已经全面投产的 Blackwell。 在这种大家都想要买的情况之下， NVIDIA 自然可以去抬高价格，反正不买就拉倒嘛。如果你觉得我产品太贵，你可以去跟别人买啊，我的客户还很多，我可以卖给其他的人，我根本不缺你一个客户。 NVIDIA 的客户都已经排到地球的另外一端了，他哪里缺客户？所以在销售端呢，它的价格就是辉达自己决定的。因此不管是在供应层面还是在销售层面，辉达都有绝对的议价优势，这就是为什么辉达的毛利率可以这么高的原因。换句话说， NVIDIA 的护城河非常深，它的毛利率比其他的晶片公司还要高，竞争对手非常难超越它。再来，从净利率也可以看出 NVIDIA 在整个科技产业的领导地位。净利率是指一间企业的最终的获利能力，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公司的所有收入减掉所有支出占营收的比例。而 NVIDIA 的净利率是 55%， 也就是说呢，辉达每销售100块，它最终的利润是55块。这个净利率是非常惊人的，因为这个还要扣掉成本，还要扣掉人事费用、研发费用、水电费、管理上面的支出等等的所有东西扣下来之后的净利率竟然还有 55%。 那市面上呢几家最大的科技公司，像是微软、Google， 这些都是已经很赚钱的公司了。微软的净利率是 37.6%， Google 的净利率是 29.8%， Meta 的净利率也有 38.6%。 Apple 也是一间获利能力很强、很会赚钱的公司，但是 Apple 最近一季的净利率也只有 15.52%。 这一季比较特别啦，是因为 Apple 有一次性的税务支出，不然苹果的净利率不会只有 15%。 正常的话 Apple 的净利率都会有 25% 左右。不过就算是连苹果这种很赚钱的公司，它的净利率也只有 25% 而已哦，还是比 NVIDIA 的 55% 低很多。
啊，看在我这么用心整理这些数据的份上，就帮我按个赞吧。总而言之呢，辉达的获利能力在所有顶尖的科技公司里面是非常非常强的，是相对非常非常好的，可见它在科技业的主导地位还是非常高的。但主导性强还不够，我相信大家更关注的应该是辉达在晶片领域，或甚至是在整个科技领域里面，它可以站稳多久？未来的2到3年 ，NVIDIA 是不是依旧可以有这样子的主导性？它是不是依然有成长性？首先，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市场需求远远大于 NVIDIA 的供给。目前市场呢，对于 AI 晶片的需求是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个黄仁勋之前也有讲过嘛，尤其是 Blackwell， 虽然已经全面投产了，但是还是很明显需求大于供给。根据最新一轮的训练结果显示啊 ，Blackwell 的效能比 Hopper 好上 2.2 倍，另外 Blackwell 的 GPU 也比 H100 的成本降低了4倍，效能更好，成本更低，所以应该不难理解 Blackwell 会供不应求吧。因此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未来的2到3年，我认为辉达还是非常有成长性的。只要供应量能提升，它的收入就会继续成长。而且在这一次的法说会公司也有提到，随着 NVIDIA 继续扩大他们的供应量能，辉达有望超越之前对于 Blackwell 晶片几十亿美元收入的这个预期。换句话说，只要供应提高，辉达在 Blackwell 上面的收入很有可能会超过几十亿美元。所以我个人认为 NVIDIA 在未来几年它的主导性跟成长性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那你可能会问说，市场对于 AI 的需求会 always 这么高吗？万一 AI 需求遇到瓶颈， NVIDIA 还可以维持这样子的增长吗？黄仁勋在这一次的法说会他就有特别说到，他们找到了一个训练 AI 很好的方式，可以把 AI 训练得更强更快。第一种当然就是训练再训练，透过人类给予的回馈去做优化。那第二种呢，就是让 AI 自己训练自己，又叫做推理时间缩放，给他思考的时间越长，他给出的答案品质就会越好。就像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先在脑袋里面先思考一下是一样的道理。思考的时间越长，我们给出的答案就会越好。所以 AI 需求会遇到瓶颈吗？我认为目前是不会啦。当 AI 被训练的越快越有品质，市场对于 AI 的需求就不会下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一般的产品通常都是市场有需求，然后企业再去生产相关的产品去符合这样子的需求，是需求推动销售。但现在的 AI 市场很不一样哦，这个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是销售推动需求。与其说是市场对于 AI 的需求，还不如说是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人类对于快速方便的欲望永远是填不满的，人们永远都是在追求更快速更方便的生活方式，因为大家都想要更快的解决方案，大家都想要赶快达到目的。尤其是企业端有好的 AI 助手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营运效能，甚至可以比竞争对手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产品。所以我不认为未来3到5年 AI 会碰到瓶颈。基本上如果 NVIDIA 研发顺利的话，晶片跑的速度越快，效能越高，成本越低，需求就会继续扩张。毕竟欲望是没有办法被填满的。不过就算再怎么看好 AI， 再怎么看好辉达，我们还是要去注意投资风险的部分嘛。毕竟没有任何一笔投资是完全没有风险的。而现阶段我相信大家目前最关注的应该就是新政府的政策问题。根据路透社报道，2024年美国财政赤字已经增加到了 1.83 兆美元，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3大的财政赤字。那之前前面2大都是疫情期间，为了要控制疫情，美国政府的支出才会这么庞大。但是现在没有疫情，居然还能够达到1.83兆美元的赤字。为了弥补这一块，川普就考虑用高关税来去补足政府的税收。因此川普的政策就是针对所有的进口商品课征 10% 到 20% 的关税，然后针对中国商品征收 60% 以上的关税。先不说其他的光是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政策就有可能会影响到 NVIDIA 的供给跟销售。那以更广的角度，以美国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高关税有可能会引起物价上涨，那通膨再一次回升，这样就会导致更大的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担心川普的关税政策的原因，可能对 NVIDIA 乃至于到整个科技产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不过黄仁勋在这一次的法说会也给出了一个蛮漂亮蛮完美的答案。他说无论政府做什么样的决策，他们都会全力支持政府，同时也会遵守法规，支持客户，然后在市场上保有竞争力。我个人是觉得黄仁勋的这个答案非常的漂亮啦，3方面都有照顾到，谁也不得罪，又带
带有一股自信，好像在暗示说，反正未来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们 NVIDIA 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接下来你可能就会问说，那所以现在到底能不能买进或者是加码呢？ NVIDIA 现在股价那么高，到底是应该要出售获利了结吗？还是我要继续加码？我觉得长期来看，辉达还是非常非常有前景的。如果你打算要长期持有它5到10年，那我觉得 NVIDIA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公司。除了它现在还站在一个主导性的位置以外，未来就算有很强的竞争对手出现，也不容易超过 NVIDIA。原因有2个哦。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刚刚讲的毛利率跟净利率很高嘛，它的获利能力这么强，很多公司其实是很难超越它的。那第二个原因是，就算今天真的有新的竞争对手出现，也不容易赢过 NVIDIA， 因为 NVIDIA 已经打好很深的基础了。很多大型的科技公司伙伴呢，都已经习惯用 NVIDIA 的产品，很习惯用 NVIDIA 的设备了。如果要更换设备或用其他公司的产品，转换成本会很高，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很多金钱去适应新的产品。因此呢，这一些大伙伴可能会因为转换成本过高而不愿意去更换产品，他们就会持续用 NVIDIA 的产品。所以说，如果打算长期持有的话， NVIDIA 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那不过呢，如果你是打算做短线，或者是现在想要买进或加码的人，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等到股价有比较明显的回调之后，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点。毕竟现在市场很不稳定嘛，现在大部分的科技股都还在高点附近，美国经济又不是说非常的好，然后新政府的不确定性也很高，所以做好安全措施，写好脚本，这个才是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最后还是老话一句，以上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如果这期影片有帮助到你，记得在下面留言有帮助。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哦。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